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特朗普最近又搞的一个大新闻啊，就是针对14个国家威胁要加征最高40%的关税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还挺值得聊的。对，那咱们就赶紧来聊一聊他这一次到底是在搞什么鬼。那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特朗普这一次到底是怎么对这14个国家挥舞他的关税大棒的呢？就是7月4号的时候，他就发出去了将近200封的这种所谓的最后通牒，然后说让这些国家在7月9号之前必须要回应，不然的话就要面临加征惩罚性关税。但是到了7月7号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回应他，所以他就又宣布把这个最后期限延长到了8月1号。哦哟，这还挺戏剧化的。那他还做了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吗？有啊，当然有了。就是在7月7号的时候，他就同时宣布了对这14个国家的加税计划。比如说日本和韩国都是25%，然后印尼是32%，柬埔寨和泰国是36%，老挝和缅甸是40%。所以就是它其实还是蛮有针对性的，就是各个国家不太一样。特朗普在他的这个信里面提到的这个关税的税率前面都加了一个仅字啊，比如说仅对日本收25%，这个仅字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很搞笑了，就是他这个仅啊，其实是他想要表达一种他很慷慨的意思。但是其实你要对比4月份的数据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国家是涨了的。比如说日本从24%涨到了25%，然后有一些国家是降了的。比如说老挝从48%降到了40%，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它这个48%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所以它这个仅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吧，就是一种文字游戏。美联社也直接就说它这个是荒谬的。为什么这一次他在7月4号发出去的这个最后通牒说让人家7月9号回复，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他回信呢？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大家都已经摸透了他的套路了啊，因为之前他在4月份的时候对中国加征关税加到125%，然后中国就立刻反击了，美国国内的物价就乱了，最后他还是灰溜溜的把这个关税又降下来了嘛。所以这一次他又来故技重施，大家肯定就没有人会理他呀。哦哟，看来他这个套路真的是被人家看透了呀。没错没错，而且你看他这一次选的这些国家不是他的盟友，就是一些小的经济体，他就是在挑软柿子捏嘛，就是想要挽回一点自己的面子。但其实你看他这个最后期限一改再改，从7月9号改到了8月1号，然后他在信里面又说什么我这个25%的关税远远低于消除我们贸易逆差的这个水平。所以他其实就是这种又当又立的这种谈判的态度，也让大家觉得很无语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理他。特朗普这一次针对这14个国家，他的这个关税的税率是怎么来制定的呢？背后有什么规律吗？有一定的规律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国家跟美国的贸易顺差的大小来排的。你比如说日本、韩国都是25%，然后印尼就变成了32%，柬埔寨和泰国就36%，老挝和缅甸就40%。对，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排序啊，就是你的顺差越大，加的税就越高。所以它这个还是有一些计算在里面的。对，没错。而且你对比4月份的数据，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国家是持平的，有些国家甚至是涨了的。比如说日本从24%涨到了25%，然后有一个国家叫突尼斯，它是从28%降到了25%。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涨的比降的要多嘛。所以它其实就是在延续它4月份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怎么说吧，一个思路，就是我还是要通过关税来限制这些跟我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同时我要把我的这个影响力扩大化。那这些被他加税的国家会就这么乖乖的听他的话吗？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就很难了呀。你比如说韩国，他之前已经在美韩自贸协定上面让了很多步了，然后这一次他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对他加征25%，独立于现有关税之外的25%。那韩国的汽车产业、电子产业肯定是受不了的。日本的话，现在新上来的这个领导人，他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国内的经济压力。那他如果一旦妥协的话，他在选民面前也是没有办法交代的。哦哟，看来这些国家也不是那么容易就会就范的呀。没错没错，你看像越南，它其实已经在这个美越贸易协定上面非常非常的让步了，甚至被大家调侃为是新时代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它最后还是被加征了20%的关税。所以就是反而你看印度，它就是一个硬骨头，它就是一直都在说我要从实力地位出发去谈判，然后他也完全不鸟美国给他的这个最后期限。所以最后你看特朗普也没有办法，他也不敢把印度怎么样。特朗普这一次针对这14个国家加征关税，会对美国国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影响其实我们4月份的时候已经看到过一次了，就是当时它只是针对中国，
然后就导致了美国国内的商品断供和涨价啊，比如说超市里面的小家电涨了30%，服装的货架都空了一半。那这一次它其实涉及的国家更多了，它这一次涉及的是占美国进口额将近30%的这么多的国家，税率是20%起步，所以可想而知，就是美国的消费者肯定是要承担这个后果的。比如说韩国的化妆品本来100块钱，现在变成125了；泰国的香米本来30块钱，现在变成40多了。哦哟，那美国的老百姓真的是要为这些关税买单了呀。没错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就是特朗普他其实是有一种赌徒心态的，他总觉得我可以通过这种极限施压的方式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但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关税这东西它最终还是要看市场的需求的。你现在对这些中小国家加税，要么就是这些商品美国就没有办法再进口了，因为没有办法替代，要么就是美国的消费者要花更多的钱去买其他地方的更贵的东西，所以最终还是会导致美国国内的物价上升。那现在离大选已经越来越近了，那这些普通的选民他们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钱包，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特朗普这一次没有对中国加税，是因为害怕中国的反制吗？也不完全是吧，就是他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已经试过了，就是他当时把中国的关税加到125%，然后中国就立刻反击了。反击的措施之一就是暂停对美出口稀土，美国的那些芯片企业啊、新能源企业就一下子就慌了，他们就说我们重建我们自己的稀土产业链至少需要5到8年的时间。所以最后特朗普还是灰溜溜的把这个关税又降到了10%。哦，所以他这个还是在中国这里吃到了苦头啊。没错没错，所以他这一次就没有再敢动中国，然后他就想说我先拿这些中小国家来练手。但是你看他这些中小国家他也搞不定啊，他搞不定他又怕在选民面前显得自己很软弱，所以他就是有点骑虎难下。特朗普这一次的这个关税的操作会对全球的贸易格局产生什么样的长远的影响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中小国家他们会更加的抱团比如说东盟国家他们可能会加快和中国的自贸协定的谈判，然后来减轻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第二个就是美国的盟友体系会更加的松散，因为你看这一次他连日本和韩国都没有放过，所以就是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信任度也会下降。第3个就是全球的贸易会更加的碎片化，就是各个国家会为了避开美国的关税而更多的去寻求区域性的贸易协定，比如说东南亚他们内部之间的互免关税，包括他们跟中国跟欧盟之间的一些合作。你觉得8月1号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特朗普真的会对这些国家加税吗？我觉得他大概率会加吧，但是他可能不会按照他现在说的这个税率来加比如说他可能会先对日本、韩国加征10%，然后看看他们的反应。对于那些他觉得更弱小的，比如说老挝、缅甸，他可能就会直接加到40%。但最终的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是会导致美国国内的物价上升，企业抗议，最后他可能又会找一个借口说我又延期啦，或者说我又怎么样了，把这个事情就是敷衍过去。所以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是伤人伤己啊，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赢家。你觉得特朗普这一次搞的这个关税的操作，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我觉得它其实就是过去美国一直都是用这种关税大棒来逼其他的国家妥协，因为以前美国的市场是不可替代的，但是现在你看中国也有市场，欧盟也有市场，东盟也有市场，所以就是美国的这种不可替代性在下降，所以他现在想要通过这种欺负弱小的方式来挽回他的这个面子。但其实你看这一次他这个关税的操作就是碰了一鼻子灰嘛。行吧，反正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特朗普这一次挥舞他的关税大棒啊，从他的这个税率的设计啊，到各个国家的反应啊，以及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啊，都聊了一聊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这一次他的这个关税的操作是一次霸权逻辑的失灵，然后也是全球走向一个更加公平的贸易体系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吧。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